缺酶什么时候可以上盆？在枝干基本蓄养到位，每年的2月左右就可以进行。枝干过渡不到位，最好是地养，或者是大一点的盆放养。过早上盆，限制了缺酶的生长，枝干很难挣脱。今天借这个缺酶，依据它的特性，着重讲一下缺酶在造型中要注意的3个问题。在前面的视频讲过，缺酶是单水线植物，这种一方根管一方枝的特性是缺酶最大的弱点，使得在造型、修根、修枝上受到了一定的局限。缺酶修根，缺酶修根要在根盘上处处留根，这是缺酶与大多数盆景不同的地方。把一方的根修剪掉，或者是修剪过重，同水性的枝就会因失去供氧随之枯萎。修剪时要搞清根的来龙去脉，这样会使根看得更清楚。这一棵是2年前进行洗根修剪，再进行种养的。对这些根的修剪，主要是剪掉老根。这个与大多数盆景修剪一样，中间的根尽量少留，要保留四方的根，尤其是它的侧根。缺酶的根系萌发能力极强，但根系变老退化也很快。随着根系吸收能力的丧失，会产生同水性失枝。因此，玩缺酶盆景要每隔2至3年对它进行放盆，或者是下地种养。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让根得以修复。这个是地养了2年，今天把这个盆放上，看看它的效果。上盆要找好它的平衡点。把土填上，我用的这个土是沙质土加腐叶土。缺酶喜欢含微酸性的土壤，在平常的管理中也要对它进行酸性补充，把它固定好。缺酶的修枝，修枝与修根一样，要遵循单水性特性进行。对缺酶主干的粗枝，不要随意把它剪掉。修剪前要看清水线。有朋友会问，这种水线怎么区分？一般比较老的缺酶主干，水线之间凹凸分明，突出部分就是它的水线。像这个部分，它的水线就比较明显。在剪之前要看清水线。对水线难以区分，可以根据它的纵向上下粗枝进行判断。每一条水线至少要保留1个枝，这是缺酶修剪中必须遵循的规则。一旦同水性不留枝，相对应的根就会因养分需求消失而退化。缺酶的水线也是个观赏点，好的有连弓的缺酶，往往是它的水线十分突出。这个缺酶是从剪下来的枝托进行扦插培育的，养了有10多年。玩缺酶如同玩松一样，非常需要时间和耐心。这些枝托都是经过常年蓄养才基本形成。上盆之后，再对它进行精简和调整一次。把这些强势枝剪掉，这些强势枝往往起着牺牲枝的作用。在缺酶培养中，要经常对这些枝进行修剪。像这种长过头的枝，一定要把它剪掉重来。缺酶枝托的成型主要是续剪和吊拿出来的。枝托的续剪方法有很多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就不在此重复。但有一点要注意，剪不过重。过重必须对根进行相应的修剪，以免破坏根与枝的生长平衡。缺酶造型，我在前面讲了枝的去留，主要是根和枝的共存关系。
在干式流枝托要顾及湿度的均衡。雀梅在造型上往往是4面流枝8番出根，很难像其他树种一样对干体进行雕琢加工，因此雀梅也少有阔面和奇异的造型出现。雀梅树桩一般来源于野外采挖，在造型上一般是依据它的天然生长条件驯食而为，而不像榆树和其他愈合能力强的树种进行开口和破口拿弯。雀梅是盆景中的7仙之一，对玩盆景的人可以说雀梅只爱众矣。玩好雀梅不难，关键在于了解它和有充分的耐心。好了，关于雀梅盆景就聊到这里，我是三千龙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